尽管北京在2025年高调发布了稳外资20条，试图把自己打扮成全球投资天堂，但现实却用冰冷的数据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。外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中国。先来看一组最新数据，中国商务部6月20日公开的统计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骤降 13.2%， 总额仅为 3581.9 亿元人民币。要知道，这已经是连续第2年呈现2位数的暴跌。2024年全年，中国吸收外资总额同比下滑高达 27.1%， 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差纪录。更刺眼的是单月数据，2025年5月，中国仅吸收外资 374.1 亿元，同比减少幅度扩大至 13.2%。如果这不是一场资金地震，那什么才是？从房子不涨到外资不来，中国正在被全世界的资本选择性遗忘。或许你会反驳，北京不是说外资企业数量还在增长吗？没错，前5个月，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年增 10.4%， 达到24018家。听起来很喜人，对吧？错了，设立企业不等于投钱进来。这些公司可能是为了申请资格、站住脚，或只是注册一个空壳，等待局势变化。而真正反映外资热不热的是实际使用金额，也就是真的把钱汇进中国，投到项目上。可现在 FDI 在暴跌，外资来了人，却没带钱，甚至还在带着利润撤离。这就像一个公司门口排队面试的应聘者，看起来很多，但没人真正签合同、发工资、干活。说白了，这就是表面繁荣，实则衰败。时间拉回2024年，情况早就开始恶化。2024年全年外资净流出高达12277亿元人民币，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出逃。数据来自彭博社引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料，2024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8262亿元，同比大跌 27.1%， 几乎是断崖式崩盘。就连开年也冷到发抖，2025年第一季度 FDI 金额为 2692.3 亿元，同比减少 10.8%， 与4年前的疫情封城时期相当。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北京口中的投资热土正在沦为资本界的荒漠与战场。面对持续下滑的投资热情，北京在2025年2月紧急抛出稳外资20条行动方案，企图扭转颓势。内容看起来琳琅满目，什么扩大电信、医疗、教育等行业开放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外企合法权益等等。但问题是，全是旧瓶装新酒，没一条触及真正问题的核心。这20条根本无法消除外资对中国监管不透明、资金出入受限、地缘政治风险的深层恐惧。尤其是企业最关心的利润汇出自由、产权保护、政府干预透明度，这20条根本就没敢提。稳外资20条更像是为即将到来的中美新一轮贸易战准备的政治公关，不仅晚，而且虚。一些数据甚至可能被美化，真实情况可能更糟。过去10年，北京反复对外宣称将持续扩大开放，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税收成本居高不下，动不动就被地方政府刁难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一再缩水，出口渠道受限，内循环政策压缩市场。高科技领域外企面临安全审查、数据出境限制，市场准入不透明。2024年9月，中国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报告同步指出，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正在将中国从其全球投资首选名单中剔除。尤其是制造业领域，苹果、三星、戴尔等巨头已将部分产能迁往印度、越南、墨西哥等国家。
就连曾对中国死心塌地的德国企业也开始考虑去风险化。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模糊数据，制造业息资 915.2 亿元，服务业息资 2596.4 亿元，占比超70%。看起来服务业很吃香，但真实情况是，服务业正是目前裁员最狠、盈利最差、信心最弱的行业。大量外企在中国的咨询、零售、教育、娱乐等服务性业务，已经是能缩就缩，能撤就撤。不仅市场消费力不在，监管政策不稳，连最基础的赚钱机会都越来越稀缺。很多外资公司把留在中国服务业的定位改为观察家，苟延残喘。不是只有富士康撤了，外资的离开像海啸一样，正在掏空中国的每一根经济神经。当外资从中国抽身离场，留在中国的不只是空荡荡的写字楼和裁员公告，还有加速下行的就业市场、逐渐贬值的人民币、融资困难的企业与不再上升的股市。这一切已经不是危机，而是系统性衰退的序章。不要再说外资只走资本，不影响就业这种童话了。外资一撤，首先被波及的就是沿海制造业与城市服务业。根据第一财经统计，2024年仅深圳一地因外资企业收缩而裁员超过15万人。2025年一季度，仅广州黄埔开发区已有至少37家外资企业半停工或转产，其中包括汽车零部件、电子代工、服饰鞋帽等领域。而那些依赖外资订单的本土代工厂也开始放假、降薪、裁人，一个厂裁1000人，一条街瞬间暗了。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，这种含义更直白。2025年毕业生人数预计将突破1200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而外资的离场，意味着他们曾憧憬的跨国企业管理培训生国际品牌运营岗正在消失。应届生毕业即失业，不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平均概率。中国股市同样承压，中国股市的慢性病正被外资加速恶化。2024年全年，外资通过沪股通、深股通累计净卖出超过3140亿元人民币，创下通沪通深机制建立以来的最高纪录。进入2025年后，这一趋势并未缓解，反而延续。北向资金对中国没有信心，早已用脚投票。而这些资本的撤离，给本已病恹恹的中国 A 股雪上加霜，中小盘股持续下跌，科创板、创业板失去溢价，港股市场的外资占比也创出10年新低。没有外资的活水，中国资本市场就像缺氧的鱼缸，泡沫浮动，缺乏长期投资逻辑，只剩炒作与割韭菜。过去，外资带来的不仅是投资，还有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市场信心。外资出逃后，中国企业融资状况陷入全面紧缩状态。2025年前5个月，中小企业贷款审批通过率下降 11.7%， 融资成本却逆势上升。外资银行收缩授信额度，国内银行趋于保守，只贷给最优质国企。创业企业、民营制造、互联网公司融资受阻，频频倒闭或裁员求生。更可怕的是，大量企业的外债开始面临兑付高峰，但因汇率贬值与资金外流，偿债成本飙升。违约、展期、倒闭潮已在珠三角、长三角全面上演。这是信用体系的慢性死亡，却没有哪个官方敢公开说。如果说20年前的中国是全球资本最渴望的热土，那2025年的中国已经被列入风险国家名单。美国对中资企业的出口管制持续加码，欧盟正在研究更严格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，亚洲供应链全面向印度、越南、印尼等地转移，连中国台湾都在吸引高端制造回流，替代大陆。中国不再是世界制造中心，
而是逐渐沦为政策风险密集区、资金困境爆发点与国际资本弃子。这一切并非危言耸听。你可以说外资撤离是因为西方国家搞制裁，你也可以说是美帝不讲道义。但事实是，真正让外资恐惧的不是贸易战，不是竞争，而是中国本身的不确定性。政策朝令夕改，企业产权不清晰，金融监管无序，资金出入高度受限，法律缺乏独立公正，地缘政治不稳定，整个经济未来看不到可预期性。资本可以容忍困难，但无法容忍不确定。北京高层寄望一纸20条能让外资回心转意，但资本的流动遵循的永远是利益，而不是口号。当全球资本不再相信中国，世界就不会再围着中国转。中国正走在成为资本孤岛的路上，而真正被孤立的不是北京政权，而是每一个靠工资活着的普通人。